私有财产、财富积累法则和竞争法则，都是人类经验的最高成果，是迄今为止社会上最好的成果的土壤。思考时要像一位智者，但讲话时要像一位普通人。人不是因为没有信念而失败，而是因为不能把信念化成行动，并且坚持到底。心灵的成熟过程是坚持不断的自我发现、自我探寻的过程。除非我们先了解自己，否则我们很难去了解别人。天下最悲哀的人，莫过于本身没有足以炫耀的优点，却又将其可怜的自卑感，以令人生厌的自大、自夸来掩饰。你有信仰就年轻，疑惑就年老；有自信就年轻，畏惧就年老；有希望就年轻，绝望就年老。如果你不开心，那么能变得开心的唯一办法是开心地坐直身体，并装作很开心的样子说话及行动。如果你的行为散发的是快乐，就不可能在心理上保持忧郁。你兴趣所在的地方，也就是你能力所在的地方。恐惧大都因为无知与不确定感而产生。最重要的不是别人有没有爱我们，而是我们值不值得被爱。无论明日有多落魄，至少今天没有蹉跎。最痛苦的不是失败的泪水，而是不曾努力的懊悔。别让明天的你讨厌现在的自己。要么忍，要么狠，要么滚。你如果在别人责备你之前就承认错误，对方想要说的话，你已替他说了，他就没话可说，那你有99%的机会获得他的谅解。你希望别人怎么待你，你就该怎样的对待别人。培养自信的方法，那就是做你所怕做的事，去获得一次成功经验的记录。你所认为的你，并非真正的你，反倒是你怎么想的，你就会变成什么样的人。对那些不成熟的人来说，他们永远都可以找到一些借口，
以掩饰他们自身的某些缺点或不幸。世界上唯一能影响他人的方法，就是谈论他所要的，而且还要告诉他如何才能得到他所要的。能养成善于静听能力的人，似乎要比任何好性格的人都少见。生活有进退，输什么也不能输心情。对别人好不是一种责任，它是一种享受，因为它能增进你的健康和快乐。你对别人好的时候，也就是对自己好的时候。人性之中最可悲的一件事，就是我们所有人都拖延着不去生活，都梦想着天边有一座奇妙的玫瑰园，而不能欣赏今天就盛开在我们窗外的玫瑰花。经济独立的女性自身带着创造幸福的能力，她们不需要取悦和依赖男人，婚姻对于她们来说只是锦上添花而已。生活中许多烦恼都源于我们盲目和别人攀比，而忘了享受自己的生活。我们的疲劳通常不是由于工作本身，而是由于忧虑、紧张和不快。让你快乐或不快乐的，不是你拥有什么，你是谁，你在哪里，或你在做什么，而是你对此怎么想。憎恨伤不了对方一根汗毛，却把自己的日子弄成了炼狱。人生没有绝对的公平，却又是相对的公平。在一个天平上，你得到的越多，也必须比别人承受的更多。如果你希望做好，你就会做好。用争夺的方法，你永远无法得到满足。可是当你谦让的时候，你可以得到比你所期望的更多。人与人的交往中，你把对方看成一朵花，你就会感到快乐；而你如果把对方看成仙人掌，你就会感到痛苦。不能生气的人是傻瓜，而不去生气的人才是智者。如果你想得到仇人，你就胜过你的朋友；如果你想获得更多的朋友，就让你的朋友胜过你。爱不是谁要去讨好谁，
而是有一个人真实的你。你只需要做好你自己就好了。对别人的恭维，不过是婉转的表达对自己的赞美。具有成熟心灵的人，不会陷入自己的困难当中，而是勇敢地去面对它，接受它，然后想办法加以克服、解决。伟人之所以伟大，就是看他如何对待一个卑微的人。如果成功有诀窍的话，这个诀窍就在于洞悉他人的立场，并能够同时兼顾自己和他人的立场。批评带来的并不是改变，而是怨恨。如果希望成为一个善于谈话的人，那就先做一个致意倾听的人。忘恩负义乃是人的天性，如果你非要期望别人感恩，那多半是庸人自扰。集中所有的智慧，所有的热诚，把今天的工作做得尽善尽美，这就是你迎接未来的最好方法。找医生看病的病人中，有70%，只要能够消除他们的恐惧和忧虑，病自然会好起来。赢得争论的方法只有一个，那就是避免争论。一个理智、达观的人，会渐渐地懂得，对生活不要期望太高。